大手术之后尽量多休息，反倒对于病人的恢复来说不是太好。第二期心脏复健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是病人们恢复最快的时间，因为心脏复健的路上呢，它不像大家想象的一帆风顺。Hello， 各位关心身体健康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人物小人物，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unny。我们今天的大人物小人物，很高兴邀请到了心脏重建科的治疗长林玉珊治疗长。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心脏复健，那能不能请玉珊治疗长帮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心脏复健？那心脏复健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好的，所谓的心脏复健其实是一个有结构、有计划、有团队的整合照护。简单来说，我们希望从住院开始，一直陪伴大家，慢慢恢复本来正常的日常生活哦。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详细的去制定出属于个人化的一个复健的计划呢？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步骤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一个心脏病人他会需要在有医疗监控底下开始执行一个安全的运动。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呢，病人的心跳、血压还有心电图等等都会需要被专业人员看过，他的运动反应是很安全的，我们才可以安心的进行这个心脏复健哦。是的，所以是要在运动的时候一边监测心跳跟血压，才能够打造出专属于个人的一个复健计划，是吗？是，没错。什么样的病人可能会考虑需要做心脏复健呢？一般来说，大家常常遇到的各种心脏手术，包含绕道手术、瓣膜置换手术，还有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心肌梗塞，甚至是大家比较少见的心脏移植、主动脉剥离，经过手术之后的病人等等，都是我们心脏复健的服务对象哦。简要来说呢，只要您觉得身体的运动状况好像不如以往，需要体力提升一下，心脏复健可能都能够帮上大家的忙哦。那玉珊治疗长，我有听说一个说法，就是大家都担心开完刀之后会元气有点受损的，反而就是想说，不如躺着多休息，尽量休养。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其实这样的观念在传统上大家都会认为大手术之后尽量多休息。现在这几年这样的观念已经慢慢越来越被挑战了。其实这样的想法反倒对于病人的恢复来说不是太好，因为卧床时间太久了之后会造成进一步的体能退化、肌肉损伤，还有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很重要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求的是安全的动。那所谓安全的动的话呢，就像刚刚提到的，它必须在有专业人员的陪伴底下，慢慢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个活动量做到比较有效的这个复健内容。那其实呢，一个正确的活动，只要我们运动的方法是正确的，是良好的，其实动反而比不动来得更好哦。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心脏复健到底是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步骤或者不同的阶段呢？好的，一般来说，心脏复健我们会分成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从我们住院开始，这一段时间大家的体力可能还不是太好，我们会陪伴大家慢慢一步一步的早期开始活动。那当然不是在大家还很虚弱的时候就强迫大家一定要立刻站起来跑跳的，我们会温柔的陪伴大家，有温和的慢慢进展。在录制这个节目之前，我还以为是回到一般病房才会开始做心脏复健，所以是开完刀之后就会在加护病房开始慢慢做复健了。是的。在急性期这样子做复健之后，那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慢慢的复健的计划吗？通常接下来呢，我们的病人要预备出院的时候，就会进到第2期心脏复健。那第2期心脏复健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是病人们恢复最快的时间。我们会希望在这一段时间，让大家的体能大幅度的提升，回到可以回归正常生活，包含您本来的工作、本来的运动习惯等等。那在这一段时间，大家的体力恢复得很好了之后，我们就会接续到第3阶段，也就是维持期。那第3阶段这个维持期，大家的体力比较有一定的水准了之后呢，可能长期目标就可以放在慢跑、登山、游泳等等这一些生活目标，我觉得都很不错哦。所以就算是已经开完刀，还是有办法回到日常生活，像一般人一样运动嘛？是的，没错。了解。
那能不能再请玉山治疗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一般这样的病人在家里或者是在医院要做这样的复健或者是运动训练啊，有没有什么我们必须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小心、要注意的？好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安全第一。对，那尤其是心脏科病人呢，我会建议在每天日常生活运动之前，量一下大家的心跳跟血压，确定一切状况都是稳定了之后，我们再开始运动会比较安心。同时也要注意要有适当的暖身，因为我们的心脏其实在没有那么强壮的时候，一下子给它过多的压力，它反应反倒会不好。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给他在一个正式运动之前，大约5到10分钟，缓缓的开始温和推进。那如果在运动过程当中开始觉得有些不舒服，胸口觉得好像有点紧紧的，有点吸不太到气的话，我们是什么样状况要马上停下来，不要再继续运动呢？一般来说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遇到胸口闷或者是胸口痛、呼吸比较喘，甚至是你觉得整个脸色不太对、发白、冒冷汗等等，都不要勉强自己硬要做运动。这个时候应该停止下来。那观察症状了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甚至需要提早回诊。想请问玉山治疗长有没有什么一些温馨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毕竟在做心脏复健其实是一条漫漫长路嘛，花蛮多时间在陪伴病人、陪伴家属的。对，有没有什么故事能够跟我们分享呢？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位我们认识很多年的老病友，他觉得当我在开完手术之后最脆弱的时间呢，我的主治医师、我们医院的整个医护团队，他们帮助了我80%。对，那我自己个人还有我的家人们占了我恢复的20%。但是当我慢慢慢慢要预备出院，然后我出院了之后这一段路呢，我就开始发现到，原来我自己、我的家人才是那个80%。我自己的努力付出的越多的时候，我的健康还有心脏恢复的状况就会越好。那这位病人呢也非常热心，他时常跟我们的其他在做心脏复健一开始还很虚弱，常常感觉自己体力没有那么好的一些病友们，因为难免大家会有一点沮丧嘛，会觉得好像还是很虚弱。那我们的这一些很棒的学长们就会来跟其他的学弟妹们分享，其实我也是这样走过来了。那我想在这个心脏康复的路上有一个概念，就像刚刚提到的，它是一场马拉松，那有人陪着你一起来跑过这一段路，对大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心灵支持。听起来真的蛮温暖的。所以原来心脏复健也有学长学弟制。对，没错。所以听起来其实就是我们其实不要太担心开刀手术后的一个复原的一个过程嘛。毕竟这一路上可能心脏复健的路途中，在加护病房其实就会不管有医师、护理师、营养师、药师，然后当然就是还有物理治疗师这些我们的伙伴们可以来一起慢慢做复健。那最后的话就是想请玉山治疗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毕竟有些病人就是目前正在进行这个心脏复健，那可能就是将来也要开刀做心脏复健，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可以对我们的这个病人来分享一下？好的，那我想就像刚刚提到的，它是一条长长的路。那这一段路上呢，大家不必很担心我有没有跑得很快，我是不是进步得够快了？我想大家可以暂时把这样的担忧放下来，因为心脏复健的路上呢，它不像大家想象的可能是这样一帆风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台语说起起落落，它是这样子有进有退，慢慢的。但是当我的这个礼拜再回头看上个礼拜的我是不是有在进步一些了？当你发现确实我吃的比较好，睡得比较好，我体力也比较充足了，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是很重要的。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大人物小人物林玉山治疗长跟我们讨论这个分享的这个心脏复健。那下次的节目大家还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这个内容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振兴医院大人物小人物，我们下次见，拜拜。